我不是病死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世界数据化完成。当前身份：低级野怪地底蜥蜴。低级野怪，穿越就算了，怎么还穿成了一只小蜥蜴呀？警告：低级野怪死亡率99.97%，请宿主尽快变强。这么高的死亡率，不行，不能等死。检测到独有天赋吞噬进化，吞噬就能进化。发现可吞噬目标，是否吞噬？给我吞！吞噬成功，获得10点经验。继续，只要再吞5只，我就可以第1次进化了。发现可吞噬目标，是否吞噬？获得5点经验。获得5点经验。获得10点经验。就差最后10点就能进化了，可附近能吞噬的好像都被我吃光了，得去远一点的地方找找看。检测到宿主已离开新手区，请小心行动。我操，外面的区域这么危险吗？不管了，先发育再说。这只螳螂应该能有个10点经验吧？就是你了。妈的，我还能被你一只小螳螂给欺负了。总算搞定了。现在这个身体打一只螳螂都这么费劲，赶紧进化了。获得15点经验。经验值足够，是否开始进化？是。现在该看看我进阶之后的变化了。丁，你的阶位提升了，你获得了一次技能选择的机会。防御固然重要，但只有更强的攻击力，才能让我吞噬更强的猎物，进化得更快。我选利爪。技能利爪加载中。好强的威力，之前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进阶后达到了1级下位，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。但才刚刚踏入1级的门槛，面对老鹰这种地级生物依然要逃，更不用说更高级的了。而地级才是成为正式怪物的最低标准，必须要4维属性全部突破1点才行。留在新手村永远不可能成长，所以必须出去猎杀。有蜥蜴在召唤我，看来附近有猎物。是甲虫，这种纯肉盾性的生物是最好对付的。我来了。你吞噬了甲虫血肉，获得了一块技能碎片。技能碎片是什么？被动技能愈合，你的伤口愈合速度小幅度提升。当食物充足时，你可以通过进食缓慢修复自己的伤势。竟然是治疗被动，好东西啊！小甲虫我吃定了，耶稣都留不住你啊！丁，吞噬成功，获得60点经验。丁，获得技能碎片，愈合乘2。只要再吞4只，我就能进行第2次进化了。吞噬蟋蟀，获得10点经验。总算是凑齐经验值了。经验值已满足，是否开始进化？开始进化。感觉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啊！
种族变成了铁甲蜥，精神属性更是直接突破了一点，距离进阶地级又近了一大步。丁，进化成功，你可以从以下技能中选择一项作为自己的技能。攻击有强化利爪，暂时够用了。冲锋技能使用要消耗1半体力，风险太高，我选强化鳞甲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狩猎昆虫的游戏也该结束了。丁，你吞噬了甲虫血肉，获得了一块技能碎片。一盒技能碎片已集齐，是否融合？总算把愈合的技能碎片集齐了，融合。愈合，伤口愈合速度小幅度提高，可通过进食缓慢修复伤势。有了这个技能，我就能把狩猎目标换一换了。就是现在！进化之后的身体果然强大，好强的威压！这什么情况？我操！新手区居然还有凤凰这种存在，他起码是 SS 级的怪物了吧？这个世界也太危险了！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强大就好了。我有吞噬天赋，未来未必会比他差，不是一定会比他更加强大。开吃！吞噬老鼠，经验值加20。可惜，附近都被我吞完了，不然只要再吞噬一只老鼠，我就能继续进化了。现在还是先回去休息休息吧。什么东西？地级怪物史莱姆。史莱姆拥有极佳的物理抗性，对小型爬虫来说，史莱姆就是无法抵抗的存在。不过，我的吞噬天赋应该可以克制它。上！丁，你吞噬了史莱姆血肉，经验值加10。丁，你的鳞片受到史莱姆粘液的腐化，强度降低。适应力天赋启动，你获得一块技能碎片。又爆技能碎片了！丁，你吞噬了史莱姆血肉，经验值加10。丁，你获得一块技能碎片。丁，毒素抗性技能碎片已集齐10个，是否融合？融合。又一个强大的被动技能，经验值已满足，是否进化？终于满了，这一次一定要成为真正的地级。开始进化。这就是地级的力量吗？还多了个地级属性模板，应该说的是我的生命等阶吧？好强！丁，进化成功，你可以从以下技能中选择一项作为自己的技能：1. 利爪；2. 再生；3. 水下呼吸；4. 酸性吐息。攻击、防御、抗性都有了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命能力。我选再生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
灵魂点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怎么用？意思是，我可以用灵魂点数升级我的技能或者属性。好东西啊！该升级什么呢？就升级强化利爪吧，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。好强的破坏力，可惜只有一点。若是有足够的灵魂点数，将属性和技能提升到极致后，就算我只是一只蜥蜴，也是能吞噬巨龙和凤凰的蜥蜴。之前杀了几百只昆虫都没掉落，只有杀史莱姆才给。看来，只有类似史莱姆的地级怪物才能获得灵魂点数了。是时候彻底离开这里了。经验值已满足，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进化？终于可以进化了！进化！丁，进化成功，请从以下技能中选择一项：一、利齿；二、硬化皮肤；三、初级伪装。我选择利齿。牛头人劳宫3级，射手4级，那只纸毛手5级。第5次进化需要1000点，慢慢吞噬太慢了。这只纸毛手5级，经验值肯定很高，就它了。5级纸毛手很可能也有攻击技能，不能大意，先加点吧。消耗1点，利齿升级为强化利齿。消耗1点，强化利齿升级为尖锐利齿。技能居然融合了，而且威力倍增，那会不会其他技能也可以融合？融合技能断肢重生，又是一个极为强大的被动技能，可惜没有东西可以加点了，暂时先这样吧。猎杀开始！击杀牛头人劳宫，获得20点经验，1点灵魂点数。第一，你击杀了牛头人射手，获得30点经验。恶魔，四角恶魔！暴露了吗？那我就强杀！野蛮投掷！好快！好险！如果不是融合了锋利爪牙，这一下手就断了。你越级击杀了牛头人至毛手，获得100点经验，1点灵魂点数。检测到目标拥有 C 级进阶属性模板，是否替换当前模板？还能替换模板吗 ？C 级的进阶模板，生命和力量加成都很高啊，就是没有精神加成，敏捷也很低。而且我是铁甲系，这野蛮投掷根本用不了，太鸡肋了。可选择将该模板作为经验投入当前模板，提升自身专属模板阶位。这个好，立刻投入经验。只要再猎杀5只 C 级怪物，我的模板就能彻底进阶了。到时候就是货真价实的 C 级属性。吞噬牛头人劳宫，获得经验。实力又变强了，看看还有什么战利品。银币，对现在的我一点用也没。原来这片森林叫幽暗丛林，那这10几个篝火样式的符号就是牛头人营地了吧？还挺多。获得带血的信，激活 A 级任务牛头人部落的崛起，任务系统开启。鸽龙应该就是这个幽暗丛林的区域 BOSS 了吧？估计有 B 级精英，甚至 A 级领主模板。我的进化之路全靠吞噬，
这个鸽笼刚好合适，接受任务。吞噬获得 C 级进阶模板，当前模板进阶度93%，已经93%，还差最后一只 C 级牛头人模板就能进阶了。6级，还拿着法杖，难道牛头人里还有法师？魔法攻击以前还没见识过，不知道伤害怎么样，还是小心一些吧。这些尸体先留着，没血了再来吞。好了，外围的怪已经被我清空了，直接开干！有敌人，保护我！刺激火球术！不好，火球的速度比野蛮投掷都快。好痛，单次伤害比制毛手低，但是持续灼烧。鳞片受到火焰炙烤，适应力天赋启动，获得技能碎片，火焰抗性1/10。竟然出火抗技能碎片了！别去，保护我！断肢重生发动，生命值快速恢复。既然能刷抗性，那我就不急着杀你了。获得技能碎片，火焰抗性5%；获得技能碎片，火焰抗性2%。怪物，那头蜥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为什么还不死？获得10块技能碎片，是否融合成技能？融合。还有一些灵魂点数，顺便把初级毒抗也一起升了。消耗灵魂点数，初级火焰抗性升级为中级火焰抗性，初级毒抗升级为中级毒抗。搞定！感谢牛头人的馈赠。去死吧，恶魔！刺激火球术！被你砸了这么久，该我了吧？越级击杀牛头人施法者，获得 C 级进阶属性模板。当前属性模板达到极限，是否进阶？进阶。属性模板融合中，进阶完毕，获得专属 C 级进阶属性模板。又是一个强大的被动技能，只要我不动，就能大幅增强潜伏效果。脱离潜伏的2秒内，敏捷还会翻2倍。漂亮，有了这个技能，猎杀效率至少翻倍。接下来就该猛猛提升等级了。好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惜我不是玩家用不了，带不走那就吃掉。食用稀有魔法素材，获得20点经验值。食用稀有魔法素材，获得30点经验值。原来魔法装备还能这么用，一下就给我了150点经验。这一下算是成为真正的 C 级怪物了。第5次进化的点数也很快就能凑齐了。只要我再清理几个牛头人营地，多吃几件魔法装备。牛头人大统领鸽笼是吧？看来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击杀冰霜牛头人，获得初级冰霜抗性碎片10%，是否融合？融合。冰霜牛头人是另一种牛头人施法者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元素。融合成功，直接给我升级。消耗灵魂点数，初级冰霜抗性升级为中级冰霜抗性。第7座营地了，在收尾之前先进化一波吧。经验值已满，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进化？进化。进化开始，本次进化将持续60分钟，请确保周围环境安全。
力量感简直要溢出来了。现在的我应该不比戈龙弱了。进化完成，开始抽取专属技能。这次又会出个什么技能呢？获得技能龙息。龙息，这是龙族的技能。先试试威力。这也太强了！一发消耗50点，我能连续喷5发。对付普通怪物是足够了，但对上厉害的怪物还得计算着来。第7座营地已经被我清空了，按照地图标注，戈龙的主营地就在丛林最深处，先过去看看。痕迹越来越密集，应该快到了。发现牛头人大统领戈龙。 B 级精英模板，比我高了整整1个大阶。这么多人正面硬冲是不可能了，还得像之前一样，先剥掉他的羽翼，最后单独猎杀。今晚先把外围搞定。击杀牛头人刀位2名，经验增加。谁？是谁在屠杀我的族人？一只爬虫，就是你杀了我200多个族人。废话少说。好快的攻击速度 ，B 级精英果然不是吹的。防御也高，利爪居然只能造成这种伤害。虫子就是虫子，去死！一拳就淡掉我这么多血，得更加小心了。用魔法对付我，可笑！豁免火属性伤害。你杀了我的族人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属性提升了50%，他现在的力量和体质已经远超我了，必须得打流击战。断肢重生。最后一击。龙息！你越级击杀了牛头人大统领戈龙 ，A 级任务牛头人部落的崛起完成，获得奖励 D 级精英属性模板。赢了！断肢重生发动，生命值恢复中。重头戏来了！吞噬牛头人大统领戈龙获得50点经验。又是一件魔法装备，收了收了。使用稀有魔法素材牛头人战斧，获得300点经验值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奖没拿。A 级任务奖励发放 ，B 级精英属性模板，是否投入当前模板？投入78%了，只要再弄到1到2个 B 级精英模板，就能进阶成 B 级了。还有个宝箱，又有魔法素材。使用魔法素材获得经验值。第6次进化需要1万点，还差6000多。光靠吃牛头人肯定不够，牛头人部落被我灭了，那这片森林里还有什么势力呢？北方沼泽，连牛头人大统领都害怕的地方，那里的怪物至少是 B 级以上。不过越危险，就意味着越强大的猎物和越多的经验值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出发！第6次进化的钥匙就在北方沼泽。
这里腐烂的气息太浓了，能在里面生存的生物绝对不简单，得小心一些了。发现亡灵蟾蜍 C 级。C 级，区区口粮也敢过早。C 级怪物给的经验值太少了，得找更强的。虽然多，但都是些 C 级的杂局，经验值涨得太慢了。发现亡灵骑士 B 级精英。B 级精英和鸽龙同级，来得好！我的弱点就是头部的灵活。龙息！铠甲太厚了，再加上龙息的温度不够，烧不穿。但就算是再厚的铠甲，关节处也是弱点。就是这里，龙息！击杀亡灵沼泽骑士，获得经验值、灵魂点数，获得 B 级精英属性模板。是否投入当前模板？投入。进阶为 B 级属性模板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这就是 B 级模板种族的力量吗？感觉真不错，装备也不能浪费了。使用魔法素材，获得大量经验值。经验值已经超过1半了，这片沼泽果然是宝地，还有更多好吃的在等我。击杀亡灵沼泽骑士。9100点了，再杀一只 B 级就可以进化。不过这里的猎物也差不多没了，就只剩下最核心的区域了。那颗宝石的能量波动很强，肯定值不少经验值。太安静了，来都来了。警告！发现亡灵领主奥塔斯。A 级领主比 B 级精英高了2个档次。愚蠢的爬虫，你杀了我这么多仆从，本王还以为是什么强大的入侵者，原来只是一只臭蜥蜴。你将付出代价。是陷阱，他是故意放我进来的。亡灵烈焰！警告！灼烧状态，诅咒状态。 A 级的魔法攻击果然恐怖，终极火抗居然只歼灭了一小部分。就这点实力，还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 A 级领主模板，如果我能吞噬它，我的模板进阶速度就会暴涨。他胸口的那颗宝石绝对也值钱，而且那就是他的核心。只要摧毁那颗宝石，
他就完了。显清场，龙息！断肢重生发动，生命值恢复中。蝼蚁竟然还能站起来，去死吧！藏起来了，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！哼，亡灵感知！不好，找到你了，虫子！必须得拉近距离才有机会，拼了！你疯了！就是你了！你越级击杀了亡灵沼泽领主古王奥塔斯，获得1000点经验，获得10点灵魂点数，获得 A 级领主属性模板，使用亡灵核心宝石，获得500点经验值。第6次进化的条件总算达成了。伤得太重了，必须得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进化才行。就这里了，先把模板投入再进化。获得 A 级领主属性模板，是否投入？投入。一个 A 级领主模板就直接推到了67%，马上模板也能进阶了。经验值已满，是否开始进化？开始。进化开始，本次进化将持续3小时，请确保周围安全。进化后的变化也太大了，种族进化成了暗鳞巨蜥，全属性直接翻倍，生命也破1000了。进化成功，请选择新技能。龙鳞硬化是被动防御，暗影冲锋配合阴影潜伏效果翻倍，地震踏破是范围控制技能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而且暗影冲锋可以让我在冲锋期间获得短暂无敌，命中目标后还能造成2倍伤害，配合阴影潜伏，简直是完美的斩杀技。我选暗影冲锋。现在幽暗丛林和北方沼泽已经没有能阻止我的存在了。地图上标注过，那座山脉下面是矮人的地下城邦，而地下更深处。据那些亡灵说，有一条通往深渊的裂隙，深渊中或许还沉睡着远古巨龙的遗骸，巨龙骨骨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，必须去看看。地图上标注的入口应该就在附近了。有矮人在里面活动，我现在的体型太过显眼，贸然进去会引起骚动，还是潜伏进去吧。发现矮人矿工，非敌对阵营。等级太低，杀了也没有多少价值，还会平添麻烦。秘密潜入吧，我的目标是深渊裂隙。禁区，彼之禁区，吾之食堂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些痕迹不是矮人留下的，应该是某种虫类生物。发现深渊虫兵 B 级。B 级，正好拿来练练新技能。暗影冲锋，暗影冲击命中，2倍伤害。获得经验值120点。 B 级怪物给的经验值终于像样了，
继续深入。不对，里面有股更加古老、更加强大的气息存在。那是龙骨，是真正的龙骨。传说级的龙骨碎片，如果我能吞噬它，获得的基因和经验值绝对是天文数字。不对劲，发现深渊母虫 A 级领主，又是 A 级领主，而且还是虫族的母体。先清小兵吧。无限繁殖是吧？那就先弄你。他的甲壳硬度竟然比亡灵骑士的铠甲还高。这酸液的腐蚀性太强了，毒抗也不一定扛得住，不能被打中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得找找他的弱点。腹部，弱点就是那里了。越级吞噬深渊虫族母虫，获得800点经验，获得8点灵魂点数。总算是杀了，先恢复一下状态吧。好强的能量，光是触碰就感觉到体内的血脉在沸腾。咬不动，那我就慢慢磨。吞噬远古龙骨碎屑，获得1点龙族基因，获得50点经验值。一块碎屑就是50点，要是整块龙骨吞下去，我不得起飞？不行，能量太多了，身体快承受不住了，剩下的留着以后再来吃。35000多经验值，下面还有更多龙骨吗？要是我全吞了的话，这股气息太强大了，下面难道还有更恐怖的东西？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未知存在，危险等级无法评估。快跑！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既然连系统都无法评估的危险等级，不会有头活着的在巨龙在下面吧？但不管那是什么，总有一天我会强大到能够直视它，然后吞噬它。先把手上的资源用掉。A 级领主模板，31点灵魂点数，存活太多了。获得 A 级领主深渊母虫属性模板，是否投入当前模板？投入。B 级属性模板进阶为 A 级基础属性模板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A 级模板，全属性破百，生命2500，已经是 A 级领主的水平了。31点灵魂点数，是时候全面强化了。先把所有被动抗性升到高级。消耗3点，终极火焰抗升级为高级火焰抗性，升级为毒素负抗性。消耗3点，终极冰霜抗性升级为高级冰霜抗性。3种高级元素抗性触发融合条件。完全火焰、毒素3种元素的终极及以上伤害，大副龙息可以附加冰霜毒素属性。3合1，而且龙息还能自己切换属性了。消耗3点，强化鳞甲升级为龙鳞护体。防御类技能触发融合。鳞甲易度大幅提高，所有物理伤害减免30%，受到致命伤害时，消耗全部魔力自动触发一次，完全再生。这不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吗？牛逼！消耗4点，锋利爪牙升级为龙爪龙牙；消耗4点，阴影潜伏升级为深渊隐匿；消耗4点，暗影冲锋升级为深渊突袭。暗影系技能触发融合。瞬移加3倍伤害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刺杀技。还剩7点，
龙息是我目前最强的输出技能，全部投入。消耗7点，龙息升级为真龙息。3种属性切换，还有恐惧威压，这一下胜算到多了。5个核心技能，攻防兼备，还有保命手段。现在的我正面对抗 A 级领主毫无压力，甚至能试试挑战 S 级。35600点，还差14000多就能进行第6次进化。裂隙下面还有2/3的龙骨碎片没吃完呢，回去把剩下的龙骨全部吃掉。至于深渊底部的那个东西，现在的我就算打不过，也绝对跑得掉。富贵险中求。那个东西似乎又睡过去了，趁他没醒，速战速决。龙族基因361点，经验值已满。够了，进化的条件已经满足了。渺小的爬虫，你竟然敢吞噬本座的骨骸！精神攻击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就造成了这么高的伤害。深渊龙魂，伊格尼斯残魂，危险等级 S 级。只是残魂就达到了 S 级，那他全盛时期该有多强？本座沉睡了3000年，是你打断了本座的长眠。一只蜥蜴体内却有本座的龙族基因吗？有意思。他现在只是残魂，不是实体，而且他说沉睡3000年，说明他的力量在持续衰减。我不用怕他。本座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本座吞噬你的意识，以你的身体重生，这将是你无上的荣耀。这不就是夺舍吗？你想屁吃！第二，接受本座的令印，成为本座的仆从，本座可以大发慈悲赐予你一部分龙族传承。不是被夺舍就是当奴隶，真以为我怕你啊？我选第3个。第3个，那就是吞掉你！果然，他是残魂，没有物理攻击能力，他能伤害我的只有精神攻击。这个伤害可以扛住，能打。尝尝这个龙息冰霜模式。这虫子竟然还会属性攻击！精神战场，他把我的意识拖进来了。不能被他拖着走，这里比拼的是精神和意志。一只窃取龙族基因的虫子，也妄想反抗真正的龙魂。精神力量，给我吞！你不可能，然能吞噬本座的精神力。龙魂显化，这不可能。本座沉睡3000年，绝不会死在一只爬虫手里。你已经死了3000年，这里不是你的坟墓，是我的进化之路。
3000年，竟然被你吞噬到这一步。也罢，能击溃本座残魂，便证明你有资格继承龙族之力。记住本座的名字，伊格尼斯。你吞噬了深渊龙魂，总计892点，获得 S 级领主属性模板，获得龙族传承技能龙魂觉醒。伊格尼斯，你的力量我收下了。第6次进化的条件也满足了。就在这里进化吧。深渊底部没有任何生物敢靠近，所以很安全。经验值充足，检测到大量龙族基因892点，已达到种族跃切条件，可选择进化路线。深渊暗龙蜥只是 A 级幼龙形态，虽然是正统龙族，但需要基因进化，难以为继。深渊亚龙还存在更多的可能，而且它还是 S 级种族。我选深渊亚龙。第6次进化开始，种族跃切，深渊亚龙。议长，深渊裂腹方向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，比3000年前龙族陨落时还要强烈。什么？议长，我探测到裂隙底部有一个生命体正在发生巨变，它的能量等级已经超过了 A 级，还在继续攀升。难道是封印被破坏了？要不要出兵讨伐？不，如果真是龙族级别的存在苏醒，我们去了也是送死。先加强城堡防御吧，把斥候都派出去监视裂隙入口，另外启动通讯阵法，向大陆联盟发送紧急信号。深渊裂隙可能诞生了一头新的龙族。异界之门和勇者吗？这就是深渊亚龙。 S 级领主属性模板是否投入当前模板？投入。S 级属性模板已装载，全属性提升。请选择新技能。龙威压制，群体控制技能，配合真龙蜥。 就是无差别毁灭，完美！地下世界已经容不下我，是时候去外面看看了。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 那的光柱不像是自然现象啊！我操，这就是那个全球互色的游戏，也太真实了吧！玩家终于来了吗？体型太大了，这些矿道根本走不了。 那是龙族！冷静！
他还没有攻击我们。丁，发现矮人铁卫。丁，发现矮人新锐。丁，发现矮人议长格拉姆。都太弱了，没经验。矮人是中立势力，杀了对我也没好处。他就这么走了？他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深渊苏醒了，那勇者们也要来了吗？接下来的重点是继续收集经验值，同时搞清楚玩家的情况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游戏，那玩家们降临后一定会到处刷怪升级。想当屠龙勇士，恐怕得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了。先观察再行动。果然是玩家，等级都很低，看来是刚降临不久。现在的他们不值一提，但第4天灾的成长速度是未知的。如果不想被当作 BOSS 一样被攻略，我就必须在他们强大起来之前完成更多次进化才行。东边的平原太开阔了，不适合我活动。南边的森林和西边的海域才是我接下来的狩猎场。海洋区域的生物种类和陆地完全不同，应该有不少高阶猎物。检测到海域大型生物群，等级范围12到20级，模板 B 级至 A 级。这怪群的密度倒是不错。发现深海毒蛇剧毒女皇 A 级领主。3只 A 级领主一起出现，一窝的。丁，毒素伤害豁免触发。给我挠痒痒吗？丁，绞杀状态，持续扣除生命值。才50伤害，龙威压制。在龙面前，蛇永远只是蛇。丁，成功击杀深海毒蛇剧毒女皇，奖励发放中。A 级领主给的经验值也不多了，要凑够20万，还是得找 S 级的猎物。海底深处貌似有个大家伙，这些骨骸应该是被某种生物猎杀后丢弃的，能造成这种规模屠杀的，绝对是个冷角色。丁，发现 S 级领主深海霸主克拉肯幼体。S 级领主正是我需要的猎物。在水下冰霜属性的龙系威力大打折扣。他的鳞片硬度竟然比我的龙鳞还高。就打掉800血，这个伤害太恐怖了。不能被他吃掉。物理攻击打不穿他的鳞片，冰霜在水下无效，那就用剩下的一种。深海霸主克拉看幼体中毒，中毒等级致命，生命值持续流失。有效，他对毒素没有抗应。再来！最后一击！击杀深海霸主克拉肯幼体，获得2000点经验，获得20点灵魂点数，获得 S 级领主属性模板。S 级领主模板总算到手。丁，吞噬 S 级领主，获得大量经验值。
经验值已满。够了，但进化需要非常安全的环境。先去看看玩家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。15天了，也不知道现在的玩家们成长到了什么程度。哈哈哈！紫色装备，这可是这个游戏第一件紫装啊！ B 级精英已经不够了，咱们要想快速升级，就得找 A 级以上的 BOSS。A 级 BOSS 可不好找啊，听说铁骑山脉里面有，但矮人不让进啊。那边那片密林怎么样？看起来挺深的，说不定里面有大家伙。哦，要进来。都打起精神来，遇到什么 BOSS 直接上。 让这个世界的土著见识一下第4天灾的恐怖。这片林子太安静了，不对劲。是啊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。快看，这绝对是 A 级怪物留下的，咱们要发财了！等等，这爪痕是新的，这说明那个东西还在附近。警告！你遭遇了未知强大生物，危险等级极高，建议立即撤退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龙吗？检测到玩家群体，模板 C 级，威胁等级5。C 级，连给我当零食都嫌少。快跑！这不是我们能打的！跑什么跑？50个人呢，兄弟们，上！打死他就是神级首杀！一点伤害，怎么可能？连给我按摩都不配。敌已死亡，6小时后复活。撤退！所有人撤退！来都来了，急什么？破甲斩！太弱了，随便一只 B 级怪物都比你强。敌已死亡，敌已死亡，敌已死亡，6小时后复活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是普通 BOSS， 这是世界 BOSS 级别的怪物。回去告诉其他玩家，这片区域是我的领地，再来格杀勿论。现在的玩家太弱小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到底是什么存在？必须把这消息发出去，所有人都得知道，一条8米长的黑龙，我们的攻击只打出个位数，它一抓秒5人，一口龙玉团灭半数，至少是世界 BOSS 级别，千万别靠近这片区域。8米长的龙，这龙没假的吧？这个火能团灭2灭5灭，已经有人开始叫它深渊黑龙了。帅你妈！秒杀你的时候看你还帅不帅？不知道那群玩家会怎么传，无所谓。现在的他们对我来说，就是一群经验宝宝。但玩家的成长速度不能小看，顶级玩家1-2个月就能摸到 S 级，要不了多久 ，SSS 级也不是不可能。所以我得更快。该进化了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先把 S 级领主模板投入。S 级领主属性模板是否投入当前模板？投入。不错，开始进化。
经验值充足，检测到龙族基因392，深渊基因550，海洋基因300，可选择进化方向。飞行能力太重要，而且雏形，说明后面还有完全体，这条路上限最高。我选深渊巨龙雏形。进化开始，种族进阶，深渊巨龙雏形，持续12小时。丁，悬赏任务：击杀深渊黑龙，危险等级 S 级，建议200人以上组队前往。200人，我们烈焰公会刚好200，要不要试试？传说级装备，全服还没人有的神器啊！可不灭军团50人都被团灭了。哼，那才50人，我们可是200，最强的几个都 LV25 了。不用200人。我联合了排名前10的顶级玩家，组了一支10人精英队，个个 LV25 以上，加上各工会支援，100人足够。明天，我们就去屠龙。这就是真正巨龙的力量吗？太强大了！请选择新技能。选深渊吞噬，吸血加控制加灵魂攻击，简直完美配合我的战斗风格。是时候体验一下真正的飞行了。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匍匐在我的意下。天上有龙，它会飞了！明天的屠龙还去吗？去，必须去！我突然不想去了。来吧，玩家们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值多少经验值。来了，300个。气息虽然密集，但每一个都弱得可怜。最强的那个也才 C 级进阶模板，是我第4次进化之前的水平。冲锋！都给我冲锋！比之前多了200人，绝对能拿下那条龙了！冲！50个人不够，难道换成300个就够了吗？蝼蚁的数量再多，也只是蝼蚁。按计划攻击！所有法术都被我免疫，只有闪电打了40多点，而我有15000的血量，再加上回血，你们打到明年也打不完。28点伤害，连给我挠痒都嫌轻。够了，轮到我了。还想跑？
龙神威压。击杀玩家300，获得灵魂点数300点，加上之前存的46点，一共346点。另外，地上这些装备掉落，品质虽然低，但吞了总比浪费好。300件垃圾装备，一共才3000多经验值。果然还是得找 S 级以上的猎物才行。346点灵魂点数，这是一笔巨大的资源，得好好规划。龙魂觉醒，激活需要100点灵魂点数。伊格尼斯留下的传承技能，效果肯定是王牌级别的，先激活看看。龙魂觉醒终极技能消耗全部魔力，60秒内全属性翻倍，免疫 A 级以下攻击，结束后虚弱30分钟，全属性减半。60秒内无敌，代价是30分钟虚弱。看来只能在决战时用了。有了这张底牌，就算遇到 SS 级的对手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龙息是主力输出，需要30点升级。龙威压只是群控核心，需要25点。深渊吞噬是续航关键，也需要25点。4个融合技各20点。龙爪龙牙不灭之躯，元素亲和，深渊掠影。真龙息进阶灭世龙息，龙威压制进阶龙神威压，深渊吞噬进阶深渊贪食。9大技能全面升级，还剩86点灵魂点数留作储备。攻防控一体，远近皆宜。现在的我，已经是这片大陆上金字塔尖的存在了，不能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当靶子。深渊裂隙是最好的龙巢，先回去吧。第8次进化需要100万经验值，目前才1万多，差距太大，必须找 S 级以上的猎物。暗属性魔法形成的黑雾，对深渊亚龙来说跟清风一样，正好，这种极端环境里的生物实力一定不弱。S 级领主在我面前已经撑不过30秒了，每只给1万多经验值，加上吞噬尸体和模板投入，应该够我进阶了。经验值提升为68000 ，SS 级模板进阶条件达成。SS 级模板满了，进阶。S 级模板进阶为 SS 级基础属性模板，全属性大幅提升。生命35000，力量2800，体质3500，全属性翻倍。SS 级的力量果然恐怖。检测到传说级植物涅槃神木。传说级和远古龙骨是一个品质的东西。涅槃凤凰岩羊，等级35级 SS 级领主。SS 级领主35级，比我高了7级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我还是小蜥时候的那个夜晚，从天上飞过的凤凰就是他。深渊之龙，你踏入了本座的领域，立即离开。让我离开？这颗涅槃神木是传说级资源，它守在这里，说明凤凰基因和涅槃之力都在眼前。正面打胜算不高，但我刚进阶 SS 级模板，又有龙魂觉醒，就这么退走也太憋屈了。本座给过你机会。普通攻击没用，那就试试龙息。他在吸收我的龙息。
深渊与火焰，在涅槃面前都只是燃料。警告：受到涅槃真火侵蚀，生命值持续下降。不行，这火烧的是生命本源，深渊贪食。他有神木补给，我的恢复速度根本拼不过他，那就开底牌，龙魂觉醒！龙魂觉醒启动，60秒内全属性翻倍，龙息威力乘3，龙魂领域展开。给我下来！这不是瞬移，是火焰化身，物理攻击锁不住他。有效，只要再来几次。深渊之龙，你还太年轻。检测到高危技能涅槃扬言，建议立即撤离。我现在撤，他照样会把我背后轰穿，只能硬扛。生命值剩余6200，龙魂觉醒剩余时间12秒。还没死，我还没输。再动一下，本座烧穿你的龙魂！可恶，差距这么大，明明都是 SS 级，他却像真正的天灾。龙魂觉醒结束，进入虚弱状态，持续30分钟，全属性减半。深渊之龙，你吞噬万物，却还不懂边界。涅槃神物不属于你，现在离开永夜森林。下一次越界，本座不会留手。今天这笔账，我记下了。等我完成第8次进化，再来看看你能不能这么高高在上。说深渊黑龙往西南飞了，不会真在里面吧？你看那火柱，像不像是世界活动？万一有隐藏任务呢？你受到未知领主战斗余波伤害，已死亡。永夜森林爆了，刚才那是什么？我朋友去侦查，直接被战斗余波秒了。系统提示未知领主战斗，难道深渊黑龙在和别的 BOSS 打架？深渊黑龙打成这样，这 BOSS 有多离谱啊！300人团灭还不够，现在他又去挑战别的 SS 级领主，这 BOSS 成长速度太夸张了。也许这是机会。他被打伤了，如果玩家能追踪到他的撤退路线，你想捡漏？不是捡漏，是观察。现在正面打他就是送死，但只要弄清他怎么成长，就有机会找到机制。警告：永夜森林核心区进入高危封锁状态，等级低于40级者进入将持续受到灼烧伤害。等级低于40级者进入，现在全服最高才28吧？所以我们连观战资格都没有。继续升级，下次屠龙，我们不能再像今天一样被他当成经验。玩家的气息，有人想跟踪我。现在没空陪你们玩。检测到持续性本源灼烧，
普通恢复效果降低70%。那只凤凰没有追杀，是因为他看不上现在的我，真让人火大。深渊潭石。恢复了一些，但太慢。凤凰火里有涅槃规则，吞掉它只能补血，不能直接变成凤凰基因。果然没这么容易，想走凤凰路线，必须真正吞噬它，或者吞噬同等级的火系神物。陆地上的 S 级领主被我清得差不多了 ，SS 级领主又不是现在能随便吃的，继续靠猎杀攒100万经验太慢。黑角海域深处还没探索完，海底火山、深海矿层、远古沉船，那种地方未必有强大基因，但一定有高浓度能量。凤凰，等着。下一次我不会再被你踩在脚下。伤还没完全好，但继续躲着只会被玩家和凤凰同时盯上。想要新的进化点，必须去更危险的地方。这个深度，普通 S 级生物都扛不住水压，能在这里活下来的，应该不会太弱。检测到深海魔鬼鱼群，数量47，等级26到30级，模板 A 级精英。凤凰打不过，一群鱼也敢来咬我。3条伤口。深海生物的嗅觉倒是敏锐。生命值下降中。在海里火焰模式威力下降，毒物也会被稀释，那就换近战。灭世龙息，冰霜模式。击杀深海魔鬼鱼31，获得经验值9300。现在想跑，晚了。生力之回声。海洋生物的经验不算高，但补伤够用。继续往深处。猎巢巨鲸等级34级，模板 S 级领主。S 级领主，换平时可以猎杀，但现在没必要。我的目标是能量资源，不是硬碰硬浪费状态。这次先放过你，等我恢复满状态，再来把这片海域清一遍。海底火山群，这里的能量浓度比黑油海域外围高了至少10倍。检测到硫火毒素与深海雷电混合反应，抗性判定中。硫火魔鳗，等级31级，模板 A 加精英，数量19，麻痹判定失败，行动速度下降20%。麻痹加毒，难怪这里没什么大型海兽敢靠近。想把我拖进岩浆里，那就一起进去。击杀硫火魔鳗14，获得经验值11200。伤势差不多压住了，接下来就是找真正的高品质资源。锁定到了，
深渊黑龙进入海底火山群了。能看到画面吗？只能看到红光和黑影。等等，他在和什么东西战斗？这家伙刚被凤凰打伤，竟然还能在深海刷怪。记录路线，别靠近。他看到我们了，隔着几十公里。远程窥探，玩家的花样倒是不少。检测到深渊矿脉，品质史诗级。竟然是史诗级的深渊矿脉，矿石里蕴含的能量和我体内的深渊之力同源，一块矿石就能提供500经验值，而这条矿脉延伸数百米。矿脉受守护结界保护，需击败矿脉守护者后方可吞噬。来得正好。第一守护者熔岩玄龟，等级33级，模板 S 级守护者。海底还能保持高温，这龟壳里有火山核心。生命值下降中。防御比同级 S 领主还硬，硬拆太费时间。哼哼，想把我撞到结界上夹碎？第一守护者已击败，矿脉外层封印解除20%。才20%，也就是说还有不止一个守护者。第二守护者深渊金铠巨人，等级34级，模板 S 级守护者。力量不在我之下。生问之下降中。元素反射，这东西专门克制远程。不能用龙系，那就拆关节。比拼耐打，我还真不怕。深渊贪食，给我碎！2个守护者就消耗这么大，后面只会更难。凤凰那一战留下的伤还是影响太大了。真正的核心在里面。深渊矿灵，等级25级，模板 B 级，数量未知。魔力下降中。数量型守护，单个不强，但能吸魔力。他们在引动我的伤。矿灵由矿脉核心功能，核心未破坏前可无限重组。那就不管小的，直接找大的。第三守护者矿脉之心，等级35级，模板 SS 级伪核心。SS 级伪核心，难怪这条矿脉能达到史诗级。不能再耗了，龙魂觉醒还在恢复期，强开会让我直接失去行动能力，只能赌一把。凤凰火烧的是本源，矿脉之心想吸我的魔力，那就让它吸个够。警告：外部能量侵入核心伤口。生命值下降，魔力值下降。混沌龙息，给我吧！一击不够，那就再来。生物值下降中，撤离！我从凤凰那里逃了一次，现在还要从一块石头面前逃第2次。守护者也好，凤凰也好，玩家也好，挡在我进化路上的，全都给我变成养料！第三守护者已击败，矿脉封印解除100%，生命值提升，魔力值提升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被这条矿脉反过来吃了。
现在轮到我开吃了。吞噬深渊矿石，获得经验值500。1块500，整条矿脉就是几10万经验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，这份礼物我收下了。经验值持续上升，经验值持续上升。一共52万经验值，等级也从28级飙到了35级，和那只凤凰同级了。还差48万，矿脉是纯能量，没改变我的进化路线，但把基础属性和等级补了上来。现在矿脉吃完了，海底也没发现第2条，剩下的空缺去哪里找呢？那边应该是北方荒原，矮人的古籍上记载过，3000年前巨龙伊格诺斯被数十位强者围杀的战场就在那里。我吃掉了伊格洛斯的魂，现在去吃他的骨，倒也算有始有终了。出发！这就是远古战场，空气中还残留着淡薄的龙族威压和各种魔法余印，3000年了都没散尽，当年的战斗该有多惨烈啊！果然有，碎片比深渊裂隙里那块完整龙骨小得多，每块只有200经验值和5点龙族基因，不过数量庞大，整片荒原下面都是，够我吃了。这些装备虽然残破了，但材质是3000年前的魔法素材，品质远超现在玩家身上的那些垃圾，每件都能给几10到几百经验值，不能浪费，一起吞了。不错，经验值83万，龙族基因也突破了800点，但还差17万。这个手感不像是龙骨碎片啊！检测到远古龙心骨，品质传说级。是龙心骨，伊格尼斯的龙心化石，这才是整个远古战场最珍贵的东西。一块碎屑就2000点，整颗龙心骨吞下去少说10几万啊，爽吃！第8次进化条件达成，够了，终于到100万了。第8次进化条件满足，不能在这里进化，太暴露了。先回龙巢再说。检测到远古战魂群，检测到龙骨裁决者。战魂没有肉身，给不了多少经验。但敢挡路就一样碾碎，正好试试刚吞掉龙心骨后的龙族威压。3000年前的强者残影都能破我防，那个时代的战场果然不简单。清除远古战场残影。获得少量经验值与龙族威压熟练度，聊胜于无。这次真正的收获还是龙心骨。伊格尼斯，不是完整的我，只是龙心骨里最后一点执念。3000年前，我死在这片荒原，人类。精灵、矮人、魔法师，他们用尽一切手段，把龙族最后的骄傲钉死在这里。我以为龙族的时代已经结束。你现在看到的也不是纯血巨龙，我有深渊血脉，也吞过无数怪物。我知道，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龙，甚至比深渊更贪婪，比魔物更危险。所以你要阻止我？阻止？不，我只是想看看，吞掉我龙心骨的后来者
是否配得上这份力量？你没有被龙心谷中的战意夺舍，也没有被远古怨念拖进疯狂。你把它们全部吃了，还能保持自己的意志。这样的怪物，或许才有资格走到龙族从未抵达的地方。夸我就夸我，别把怪物2个字说得这么顺口。强大的龙本来就该被弱者称作怪物。哼，这句话我喜欢。苏阳，我不要求你复兴龙族，龙族的旧时代已经被我们这些老东西亲手葬送。傲慢、孤立，沉睡在血脉荣耀里，最终只会变成别人脚下的骨头。我只希望你记住，龙不是血脉的名字，而是不断向更高天空冲撞的意志。若你真能超越这个世界，就带着龙族最后的骄傲飞出去，把龙族未来托付给我。你就不怕我哪天把龙族也吃了？若龙族只能靠你的怜悯延续，那被你吞噬也没什么可惜。可若你成为新的起点，龙族的未来就不再是复兴，而是进化。去吧，深渊之龙。不，或许该叫你未来的龙神。远古龙魂残响已认可，龙族基因稳定度提升。龙族的未来吗？我对当救世主没兴趣。但如果我注定要站到最高处，那所谓未来，自然会被我踩在脚下，带着一起往前走。我看过了所有关于深渊黑龙的战斗数据，结论很简单。以当前实力，无论多少人围攻都不可能击杀他。3000人也不行吗？3万人都不行。属性的碾压是绝对的，他对3种主流元素完全免疫，而且还会飞。不过，我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大家看这个。3天后就能凑齐人数。我提议成立世界屠龙联盟，集全服精锐，向深渊黑龙发起总攻。同意？同意？同意？同意！经验值105万，龙族基因1250点。第8次进化的条件已经完全满足，但在进化之前，先把剩余的模板资源处理掉。61%了，还差2、3个 SS 级模板就能进阶。但 SS 级领主目前只发现了凤凰1个，暂时不够，先进化再说。第8次进化开始。经验值充足，检测到龙族基因1250点，远超种族进化阈值，可选择进化方向。深渊巨龙完全体态保守，混沌龙种虽然强，但全新物种意味着没有后续进化路线可修。深渊龙神雏形需要消耗龙魂觉醒作为催化，等于用掉那100点灵魂点数换来的终极技能。但龙神2个字就代表这条路的天花板最高，堵了。第8次进化开始，本次进化持续24小时。无极，你刚才没说实话，那个世界任务不是你找到的，是系统主动推给你的，对吗？任务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深渊黑龙刚完成新的进化，系统就放出屠龙增益，这不像普通任务链，更像是世界本身在求救。你们都看出来了，世界偏差值，这是什么隐藏机制？我也不知道，但系统把它显示给我，说明他认定我有资格参与修正，或者说他需要一个玩家站出来背锅。不管是不是背锅，我们都不能放任他继续成长。他已经不是普通 BOSS 了，他会学习，会狩猎资源，会避开风险，还会在玩家围剿中反向获取灵魂点数。所以我们打他，反而是在帮他进化。是，但不打他会吃掉更多的东西，矿脉、龙骨、凤凰，
甚至这个世界的规则，到时候谁都别想玩了。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大型世界 BOSS 的首杀，那就先让他们这么以为。恐惧不会让玩家集合，奖励才会。我不喜欢被系统当棋子，但更不喜欢被一条龙当经验、当口粮。3天后伐龙。这次我们不是去证明玩家能赢，而是去确认这条龙到底有没有极限。别靠太近，只要拿到坐标，3天后的世界任务就能直接传送大部队过来。深渊炎系35级，是 A 级精英怪。那条龙竟然还在进化，而且光是外泄的气息就秒了 A 级怪。这样来看是不能偷袭了，只能等任务增益完全激活后，一起正面压过去。硬碰硬？对，带上所有人，逼出他的上限，或者屠龙。24小时后。这就是深渊龙神的力量。龙魂觉醒被融合了，但换来的龙神降临更加恐怖。120秒，全属性3倍，免疫 SS 级以下攻击，就是代价也更大。1小时虚弱期，全属性降70%。30米的神行，50米一斩，这个洞穴已经容不下我了。整个世界都变小了。30米龙躯，龙神雏形，你比我当年更快。你还没消散。认可不是祝福，而是一份注视。等你真正不再需要龙族救援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消失。那你现在想说什么？提醒，龙神不是更大的龙，也不是更强的野兽。龙神意味着你的每一次震动都会影响弱小生命的命运。我没兴趣管理弱小生命。不管理也会影响。你看下面，这就是力量的影子。你不需要主动统治，他们也会因为你改变。迁徙、战争、信仰和恐惧，听起来很麻烦。力量越强，麻烦越会自己找上门。玩家世界意志都只是开始。那就让他们来，麻烦也好，敌人也好，能推动我继续进化就行。这就是我认可的。你不怀念旧日能力，也不害怕新的能力。什么说漂亮？等我哪天真成龙神，也算押对宝了。那我就拭目以待。议长命令，只试射1轮，确认他的防御变化。矮人也想来试探我，来得正。我现在的身体 SS 级以下的攻击基本不用管，不过既然敢动我，我就小小回敬一下。
但不能把城邦打没了，里面还有资源和情报价值。停止攻击，把所有炮口封死。从今天起，铁骑城不得主动挑衅巨龙，立即封城。聪明，弱者只要不挡路，就还能多活一会儿。又来了，这次1200人，而且最低都是 Level 30以上，最强的那个已经 Level 38了，比上次强了不少，但依然不对。他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增益光环，是世界任务的加成。检测到屠龙增益。对你造成的伤害500%，附加元素穿透效果，伤害翻5倍，还有元素穿透，有意思。看来这个世界的系统也不想让我太轻松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让我看看，5倍伤害加上1200人，能不能在我身上留下一道像样的伤口。进化了，比上次大了整整几倍。冷静，我们有屠龙增益，5倍伤害加元素穿透，1200人急攻，一定行的！世界屠龙联盟进攻！站在那里就跟一座山一样，我们真的要冲！有屠龙增益，伤害翻5倍，任务说明不会骗人吧？怕死的现在退队，但退队以后别在论坛上喊自己参与过屠龙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 BOSS， 他会判断，会学习，会优先摧毁治疗和复活点。不要把他当怪物，把他当成一个比我们更冷静的指挥官。那我们怎么赢？第一目标不是赢，是造成有效伤害。只要打出伤口，系统就能记录数据；只要逼出技能，我们下次就有准备。只要有人活着，把情报带回去，这次死亡就不是白死。听见没有？这不是送死，是开荒。哪个顶级公会开荒没灭过团？今天我们灭的是世界 BOSS，1200人一起灭，说出去也够吹了。法师组记住，攻击同一块鳞片，不要贪伤害。牧师组优先保无极和破晓，盗贼组别急着切入。等他第一次吐息后再上。你也在看我们排兵布阵吧？那就来碰一碰吧。净空锁龙阵启动，目标飞行速度降低60%，空间位移技能干扰中。别让他升空，所有控制职业放技能。有点进步。这次不是乱打，有净空、破甲、激活点位，还有牧师团的伤害转移。玩家成长的确实快，这就是第4天灾的威力。第一队跟我上，哪怕只撕下一片龙鳞，也算给后排标记目标。记住，怕死就别玩游戏。能见血了。不错，这样杀起来才稍微有点意思。上次我硬打凤凰，被他踩在脚下，差点连龙魂都被涅槃火烧穿。但现在我进化成了深渊龙神雏形，40级和 SS 级模板61%进阶度，正面对抗 SS 级领主已经完全没问题了。你又来了，上次本座放你离开，这次你还要越界。废话，来！今日不同往事，他的火焰现在对我毫无作用，反而被我吸收转化成了魔力。
检测到领域技能九凤涅槃阵，持续灼烧被攻击者的灵魂，并限制空间移动。上次就是这股火差点烧穿我的龙魂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同一个伤口，本座能撕开第二次。你以为我会忘记那一脚？现在就是我的补给。涅槃之焰，涅槃自爆，他的种族天赋就是死后重生，想要在我面前浴火重生，不可能的！龙神贪食。不，涅槃竟然失败了！你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物！成功击杀涅槃凤凰炎阳，获得5000经验，获得50点灵魂点数，获得 SS 级领主属性模板。SS 级领袖模板到手了，好歹也是传说级的植物，不能浪费。不错的被动，接下来把凤凰的模板融合了，直接融合，95%了，只差最后一点就能进阶为 SSS 级模板。深渊之龙，你真的回来了？我说过会回来。上次你踩着我的头让我离开，这次轮到我站在这里。本座从未后悔放你走，若那日杀了你，今日便看不到龙与深渊之外的可能。输给我还要说得这么体面？凤凰可以死亡，但不能失去眼光。本座看错了你的速度，却没有看错你的潜力。涅槃不是不死，真正的涅槃是承认救我必然被心我焚尽。你吞噬我，也许会让凤凰血脉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燃烧。听起来你也要托付未来。刚有一条老龙这么干过。龙族托付的是天空，凤凰托付的是重生。你若只会吞噬，终有一天会被自己撑爆。你若懂得重铸，被你吞掉的一切才会成为新的形态。拿去吧，不是怜悯，也不是祝福，是败者承认胜者的资格。获得凤凰残魂认可，凤凰基因稳定度提升，未改变当前进化路线。一个两个都喜欢认可我，也好，你们的骄傲我会一起吃下去。龙族的未来，凤凰的重生，全都压到我身上。行，那就让你们看看我能进化到什么地步。回龙巢，先把1286点灵魂点数用掉，然后再去寻找最后的进化奇迹。1286点灵魂点数，上次加点后留了86点，加上2次屠杀玩家的1500点收入，这是一笔天文数字，必须把效益最大化。进化成深渊龙身雏形之后，所有技能都进化了一轮，但灵魂加点可以让他们再上一个台阶。龙神降临是底牌中的底牌，先升它200点，消耗200点。龙神降临升级为龙神君临，持续时间3分钟，倍率5倍，虚弱期反而缩短，很好。生命亲和也升一下，恢复能力越强，越适合和玩家打消耗战。消耗50点。龙神再生，战斗中每秒1%最大生命。凤凰火留下的暗伤也被压住了，以后再遇到同等级火焰，恢复速度不会被轻易打断。还剩686点，全部留着，以后有新技能或者紧急情况再用。现在的我正面对抗 SS 级领主毫无压力，就算遇到 SSS 级的存在，加上龙神君临也有一战之力。接下来目标很明确，找到最后的 SS 级模板，将模板进阶到 SSS 级，再收集足够经验值，完成第9次进化。凤凰基因加龙族基因的组合会触发什么形态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所有人千万别碰地上的火星，那是涅槃残焰，会持续造成真实灼烧，治疗减半。这么大一片森林被打成这样，他和凤凰到底是怎么打的？这不是普通掉落，鳞片边缘有凤凰火烧穿的痕迹，也有深渊力量再生的纹路，应该是深渊之龙在和凤凰战斗中受过重伤，但战后又完成了恢复。一块掉下来的鳞片都能反击，这 BOSS 真不讲道理。不是反击，是残留能量应激，所有样本都可能有危险。战斗阵型：冰系法师压火，盾战保护采集组。这 A 级精英伤害也太高了。他们吃了凤凰战场残能，不能按普通 A 级算。
下旋风！普通死，需要同时打散核心。所有人激活火焰中心的金色光点。击杀涅槃火灵，获得涅槃残焰样本。样本到手。涅槃火灵王 LV39 S 级精英首领。后撤，阴影扛。样本掉了。破晓，别松！没有样本，我们今天就白来了。冰霜女王。拿到了，全员撤退，目的达成，不要恋战。凤凰死了，但这片战场还在被那条龙的气息压制。也就是说，他吞掉凤凰后，连战场残留都默认归他所有。那我们就用他的东西反过来做屠龙武器。龙鳞里有深渊腐蚀，残焰里有凤凰再生，圣经有世界任务的力量，3种东西放一起，一不小心整座攻防都得上天。能不能做？能。但得有人在锻造过程中压住暴走能量。我用冰封结界压残焰，我用贤者法阵稳定圣经。那深渊腐蚀呢？你站熔炉前，哪里冒黑气就砍哪里。嘿嘿，这活听起来就很有力气。滚开！温度太高了，我的冰在融化。把火压进圣经里，不要让它散出来。快点儿！我可不想被一片龙鳞2次击杀。再来！特殊道具锻造成功，屠龙圣光核心。所以，我们差点被材料打团灭，就为了做一个新的增益核心。这不是普通增益，他混入了苏阳的龙鳞和凤凰残焰，等于用他自己的战斗残留反向锁定他。还不够，单靠核心打不死他，但能让5000人真正伤到他。我再说一句，这东西只能撑1次，用完就碎，1次就够了。通知所有工会，第3次屠龙行动开始集结。又来了，这次来了5000人。那道光柱是什么？能量级别很高啊！难道又是世界任务的强化版增益？检测到屠龙圣光 SS 级世界任务终极增益，对你造成的伤害加2000%，附加龙沙属性，无视50%元素抗性，伤害翻20倍，还有龙沙属性。看来系统给他们开了不少后门呢。不过这也正常，游戏嘛，总得给玩家一点希望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又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质变。上次我站着不动让他们打，这次换个玩法。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叫被龙追着跑。龙神领域，主动释放。就这，4000个连我的威压都扛不住的人，也敢来屠龙？所有人集中精神，抵抗恐惧，法师组准备。够了，湮灭突袭，混沌模式。献祭队，点燃龙沙水晶。1玩家生命值换1次必中攻击，有点东西。打伤了，真的能打伤！能让我流血，值得奖励你们一个完整的死亡镜头。5000点加上之前存的，现在有5686点了，不错。这次装备品质也提升了，一共给了2万多经验值，聊胜于无吧。我刚抽到1半就黑屏了，连他鳞片都没看清。屠龙圣光不是 SS 级终极增益吗？为什么4000多人直接被威压压晕？他这次没有站桩测试，他先用领域筛掉低级玩家，再精准摧毁献祭队，最后近身屠杀精英队。他已经完全理解玩家军团的组织结构了。那还打什么？删号吗？不打也得打。系统公告刚刷新，深渊黑龙的世界偏差值已经到62%，超过80%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但按照系统措辞，大概率会改变整个世界主线。那是官方剧情吧？我们玩家跟着剧情走不就行了？如果剧情是所有主城被 BOSS 当资源点吞掉，你也跟？我承认我们现在打不过他，但这一次至少他能被龙沙光芒伤到，只要能流血，能量血条就不是无敌。接下来不再组织无意义人海，我们要做2件事：升级，找隐藏职业，找能绕过属性碾压的规则级道具，还有记录他的成长路线。他每次变强都有资源节点，凤凰、矿脉、龙骨、克拉克，只要提前找到下一个节点，也许就能抢在他前面。他把我们当韭菜，那我们就当一群会进化的韭菜。我们又输了。没有白输，
起码拿到了第3阶段数据。 5000人调集装备爆了一地，你管这叫数据？这里伤到了他，说明龙杀属性有效。这里说明人海战术对他无意义，等级阈值才有意义。再看这里，这头龙会判断战场价值，先杀功能位，不是无脑 BOSS。所以第4次不能再靠人海。从现在起，取消普通玩家正面参战资格，所有参战者必须 LV45以上，拥有2转或隐藏职业，至少掌握1种规则类技能。你凭什么替所有工会做决定？凭我每一次都站在最前面，凭我死的比你们任何人都多。 凭我还没有放弃。如果有人只想拿奖励，可以退出。接下来的屠龙行动将不再是热血冲锋，而是长期攻略战了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就先理解他；理解不了他，就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让我们打他。陆地上能找到的 S 级和 SS 级猎物越来越少了，永夜森林被我清空，北方荒原也挖完了，接下来只有一个方向：深海。上次猎杀的克拉肯只是幼体。 它的母体一定藏在更深的海域里。水下环境对我不利，龙息威力会被海水削弱，但龙神瞬移和神灭龙爪不受影响，加上元素支配不用担心水压和呼吸，战斗力没削太多。发现深海之王克拉肯母体 SSS 级领主。SS 级领主，45级，比我高5级，体型是我的数倍。但我杀过他的孩子，知道克拉肯的弱点：毒素和内部攻击。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利用弱点了。龙神贪食，湮灭土息。就这，比想象中容易啊！检测到领域类技能，万处深牢，空间移动干扰中。他也会封锁空间位移的技能。 深海霸主果然有点本事，想把我整个磨碎，那就从里面炸。毒素免疫判定成功，获得毒抗熟练度微量提升。用毒，还来这一套。 成功击杀深海之王克拉肯母体 SS 级模板，进阶为 SSS 级基础属性模板。SSS 级模板终于到手了。龙族，你身上有我幼体气味。那只小克拉肯味道不错，你也一样。他还未成年，只是被深海本能驱使的孩子。在我这里，猎物没有未成年保护期。深海之王不是称号，而是责任。我吞噬弱小。 也庇护海沟，让更深处的东西无法上浮。又是守护，矿脉也这么说。你们这些强者死前都喜欢把自己说得很伟大。海底裂谷之下，有连我也不敢靠近的地狱。你吞噬我，就会继承他们对你的注视。那就让他们看，看久了，说不定也会变成我的经验。唉，你不像海兽，也不像龙，你更像一个会思考的深渊。这个评价倒是比怪物新鲜。 饥饿若没有尽头，终会吞向自己。放心，在吞向自己之前，我会先把世界吃到够进化。深海下面还有东西，等我第9次进化后，再看看这片海到底藏了什么。经验值直接暴涨到了30多万，再加上之前积累的，第9次进化够了，回去进化。 外面都在讨论深海之王首杀，你却带我们来翻书。追不上那条龙的速度，就只能追它背后的机制。星光守卫 LV44 规则型守护单位，禁止暴力破坏馆藏。那怎么打？不能暴力破坏。那怎么打？不要打碎他们，是解开他们。 他对贤者职业的控制又变强了。真理锁链，你的规则是守护知识，不是守护封印。让路。找到了。当世界无法以常规任务修正灾厄，将选择一名勇者作为代行者。原来世界任务不是尽头，
玩家也可以成为世界的武器。500万经验值达标，再加上2种传说级基因同时持有，龙族1255点，凤凰700点。这次进化应该会触发特殊路线。触发隐藏进化路线。果然有特殊路线。涅槃龙神，种族等级显示问号，连系统都无法评估。龙神完全体是保底，达到了 SSS 级。涅槃龙神则是未知的赌注，但龙凤合一这4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超越现有框架的存在。从一只3厘米的蜥蜴走到今天，我什么时候选过保底了？第9次进化开始，种族跃迁，涅槃龙神。本次进化持续48小时。48小时，大陆级别的波动意味着所有势力都会感知到。希望他们别在我进化的时候来到。龙族之路重在力量与支配，龙神完全体已经足以站上世界顶点。凤凰之路重在死亡后的重铸，涅槃龙神不是顶点，而是把顶点烧掉后的新生。你们是在替我辩论进化路线？不，我们是在确认你是否明白代价。龙凤合一意味着你既不能只做吞噬一切的龙，也不能只做浴火重生的凤，你要把毁灭和新生压进同一个核心。说简单点，失败你会变成没有理智的灾厄，成功你会成为所有旧血脉都无法定义的新生命。我一路走来，从来不是因为血脉正确才赢，是我赢了，所以路线才正确。这回答很龙族，也很凤凰。烧掉旧规则，建立新规则，那就拿走龙的支配，也拿走凤的重生。不是你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。适应力，给我顶住！很好，不是龙吞凤，也不是凤压龙，而是全部变成我的力量。无极，系统公告还没出，你怎么知道它又进化了？世界偏差值在1分钟内跳了10点，除了它，没有第二个东西能做到。要不要现在召集人手，趁它进化，或许能偷袭？来不及，他这次的进化波动比上次更强，普通玩家连靠近掠袭都会被震死。那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做准备。他进化完成后，世界一定会发布更高级任务。我们要在公告出现前，把人、补给、传送阵和撤退路线全部摆好。你在预测系统公告？不，是预判世界意志的恐惧。战备，全程传送阵。白塔最高指令：所有 LV40以上玩家停止日常活动，进入战备状态。你现在比系统公告还快。想追上那条龙，就不能永远等系统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又是裂隙方向，这次的波动比上次更强10倍。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议长，我的感知探测到裂隙底部的生命体正在发生更剧烈的变异，它的能量已经超越了 SS 级的范畴。立刻向所有势力发出最高级别警报！这不是矮人能够独自应对的危机，这是世界危机。世界公告：深渊黑龙正在进行终极进化，进化完成后将成为大陆级灾难。所有冒险者请做好准备。他又在进化。现实世界任务更新，阻止深渊黑龙的进化，在48小时内找到并摧毁深渊黑龙的进化体，即可阻止进化。48小时，系统终于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。他在进化期间一定是最脆弱的，必须要行动起来。48小时现实任务，冲！SS 级传说装备，我他妈要了！所有 LV40以上的全部到铁戟山脉集合。无极发布了战略方案，所有人看置顶帖。这次 NPC 势力也要参战，矮人军队、人类圣骑士团、精灵弓手都来了 ，NPC 加玩家联军，这次能赢吗？必须赢，不然等他进化完，整个游戏就完了。我曾在100年前见过凤凰炎阳，那是连精灵古树都要避让的生命。如今它的气息消失了。我们也确认过，北方荒原的龙心谷已经被吞噬，伊格尼斯最后的遗骸没了。也就是说，那条龙已经吞噬了远古龙涅槃凤凰、深海领主和史诗矿脉。是，他已经不是普通灾厄，他在把世界各个时代、各个领域最顶级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。如果他进化完成，会变成什么？不知道，
系统都没有答案。任务只说大陆级灾难，派大军压过去。大军可进不去，那裂隙太狭窄。你想让士兵堵在入口，等他一口吐息？我们需要精锐突击，100人数量再多也只会互相拖累。我们要打穿光茧，不是和他正面对决。如果失败呢？那就证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在他进化前阻止他。这可不像在鼓舞士气。因为我不想骗你们，我们要去做一件成功率极低的事，但这是最后一个机会。那就把最强的人都派出去，老子亲自下裂隙。精灵族会派出王庭攻守，48小时内不计代价。我现在就开启人员筛选。选拔正式开启，这是你们的对手。这只是幻影吧？幻影只有本体1成威压，撑不过10秒的人没资格下裂隙。还行，比本体温柔多了。破晓合格，冰霜女王合格，精灵王庭第1攻手合格，矮人议长合格。勇气不是送死，突击队需要能听命令的人。你说的轻松，你能打穿这个幻影吗？真理审判，弱化式。我们杀不了本体，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打穿一瞬间的防御。100人突击队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瞬间扩大。通过筛选的人，带上你们的军队，出发！出发！连路上的小怪都变强了，那条龙到底在散发什么东西？不要恋战，圣骑士开路，法师清场。都记住，这还只是那条龙进化时外泄的能量造成的受潮。真到裂隙底部，谁都别放松警惕。我们不是去打普通 BOSS， 我们要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恐怖生物。游戏历史会记住我们的。进化倒计时42小时。他正在深渊裂隙底部进化，裂隙只有1个入口，我们必须杀进去。裂隙深度数百米，大军无法全部进入，只能派精锐突击。精锐突击队100人，由我亲自带领，其余人在裂隙入口布防，防止进化体突围。出发！这股压迫感比之前强了100倍。正常，他正在进化，能量外泄，所有人保持专注。警告：进入龙巢外围防御区。这地方还有自动防御？不是机关，是他以前脱落的鳞片被进化能量激活了。跟紧我，别碰黑色鳞片！深渊伏龙 LV38 A 级精英。快，每拖1分钟，它就更接近完成。我不去，剑次刷新太快了。这不是机关，是活的。你别站太前，贤者被秒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放心，你这是在改写机关规则。只能维持30秒，全员通过。你这技能越来越离谱了，还不够，离那条龙的离谱还差得远。就是那个东西，所有人集中火力，摧毁光茧。攻击有
效，继续。光子竟然有自我修复的能力，我们的伤害速度还跟不上他的修复速度，这怎么打？天道无极。他在说话，你能听见我们？从你们踏进裂隙开始，我就知道，只是进化期间懒得理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。知道，但我很好奇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执着？我没屠城，也没主动灭掉玩家主城，你们来一次，我杀一次，公平的很。你吞噬矿脉，龙骨神木，放任世界能量失衡，你本身就是灾厄。世界上的强者占据资源时，你们叫守护；我吞掉资源时，你们叫灾厄。说到底，只是因为我不归你们控制。也许你说的对，系统 NPC 玩家都想把力量纳入自己的秩序，但你不同，你没有边界。边界是弱者给强者画的笼子。可没有边界的强者，最终会把所有人都逼到对立面。那就让所有人来，我会把对立面一起吃掉。谈判失败，继续攻击。谈判？我只是想看看你们临死前能说出什么新东西。进化倒计时12小时，12小时了，还是打不穿。以前下副本，团灭最多骂2句指挥，这次倒好，连退本按钮都像不存在。你们玩家至少还能复活，我们死了就是真的死。抱歉。少说丧气话，老子这把骨头本来就该在战场上碎掉，能砸在这种怪物的进化茧上，不亏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搞错了一件事。什么？也许从一开始，系统给我们这个任务就不是让我们赢的，只是给我们一个参与感罢了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我不甘心。你们可以撤，剩下的我来。女王的命令是协助你到最后一刻。矮人没有把年轻人推前面，自己往后退的传统。我确实怕死，尤其怕掉级，但我更怕以后打开论坛，全是当时如果再撑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再撑一下。你真要用那个什么东西？我的隐藏职业贤者有一个终极技能，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用过，因为代价太大。使用后等级永久降低10级，削弱30%的属性。永久降10级，削弱30%的属性，你不打算玩了？无极，真理审判只有一次机会，打不穿的话，你会白掉10级。那就不要让它白掉。最后一轮，把所有伤害压上去。永久等级减10，部分技能暂时锁定，全属性下降。够了，你已经做到了。我还没下令结束。你都掉级了，还强行施法会封号的。那就让他崩在输出结束之后。所有远程对准裂缝内部赤红纹路，近战保护施法者。收到，指挥官。这才是全服第一，无极别倒，贤者帅炸了！至少这一次，要让他记住，玩家不是只会送死。这是3000年前用来钉住伊格尼斯龙翼的破龙钉，只剩这1枚。把他打进裂缝。为了这个世界，继续，别让他的牺牲白费。外部规则武器接近，进化稳定度下降1%。能让我进化稳定度掉一点，这帮人倒是真拼命。
聒噪！全员后撤！涅槃不灭，等于多了一条命，而且是满血满蓝复活。万物吞噬现在连灵魂和技能都能吃了。我乃涅槃龙神。这不是 SS 级，也不是 SSS 级，这已经超出了游戏的评级范围。这个人类倒是有意思，用一个降10级的技能打穿了我的光剑，可惜差了6小时。真理锁链，哪怕只确认你的弱点也好，我死得其所。还敢出手，胆子不错。小心，要杀就先杀我！恐惧、绝望、愤怒，还有不服输，玩家这种东西确实比普通猎物有意思。最后只能止步于此了吗？不过杀这些人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，灵魂点数够多了，经验值也不靠他们，更何况这个龙巢也容不下我了。我需要一个新的栖息地。他没杀我们，这不是仁慈，只是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价值。可恶，被敌人无视比被敌人杀死还难受。至少我们让他提前醒了6小时，也许不是好事。他提前完成进化，只能说明外部的压力被他吸收成了进化助力。所以我们又为了他。我在他眼里看到了赞赏，被 BOSS 赞赏，我不接受这种目光。哪怕他今天放过我们，我也不会把这当恩情。你还想挑战他？不是想，是必须。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，世界就会继续把我们推到他面前。下一次，我要让他正视我。以前我觉得你只是等级高、职业好、会算计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你确实配当第一玩家。你昏迷期间，白塔收到37000份入会申请，很多玩家不是为了奖励，是因为看到了你的直播切片，所以我筛掉了90%。白塔不是粉丝公会，你现在等级调回35，先休息几天。苏阳已经完成第9次进化，他放过我们，不代表下次也会放过世界。你的真理审判证明了一件事，规则级攻击可以让他提前苏醒，也证明我们还差了整整6小时。下一次不能只差6小时。下面的这2万多人要灭掉很容易，但没必要了，蝼蚁罢了。我需要一个新的栖息地，足够大，足够隐蔽，足够安全，最好是一整座无人岛屿。这里不错，火山内部可以作为龙巢，岛屿本身就是天然的领地，而且远离大陆，玩家短时间内也找不到这里。熔浆海蛇等级43级 S 级领主，火山猿王等级42级 S 级领主，赤潮异鲨等级44级 S 级领主。难怪这座岛无人靠近，原来早就有主人。可惜，从今天开始换主人了。臣服或者死，少死！只是恐惧还不够，恐惧会让他们逃，也会让他们在更强的敌人来时背叛。从今天起，这座岛属于我，未经允许靠近者死。臣服，可以活。我命令。还有点智慧，你去守住山林，任何玩家 NPC 深渊生物登陆先拖住，不必送死。海域就归你巡逻，发现船队先通知我，弱的吃掉，强的盯住。我不需要统治大陆，但一个巢穴需要眼睛和爪子。放养这些 S 级领主，比直接吃掉更有用。从现在开始，谁碰这里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
世界 BOSS 搬家了，趁现在去偷龙巢。第一，禁止任何玩家私自前往南方火山岛，那里已经是涅槃龙神领地，私自靠近只会送情报、送装备、送灵魂点数。那我们就这么看着他建巢。第二，白塔会开放屠龙研究贡献系统，找到隐藏职业、规则道具、世界残卷、异常地图者都能获得贡献度。贡献度有什么用？排名前100者进入最终屠龙预备队。第三，所有人记住，苏阳没有被我们赶走，他只是暂时不需要大陆，不要把他的无视误认成我们已经安全。我们要在他下一次回头之前，变成他不能随手无视的力量。进化成涅槃龙神后，技能又跟着进化了一轮，现在的升级消耗涨到了200点一次，终极技能要1000点，我还有5766点，得精打细算。终极技能先生全部花掉，可以让我现在更强，但留着能应对位置进化后的新技能。越往后，资源越不能只看眼前收益。龙神君临升级为涅槃将士，5分钟无敌，属性10倍，虚弱期大幅缩短，简直就是质变。现在的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对手吗？应该是有的。凤凰虽然被我杀了，但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强的存在。系统既然能生成 SS 级的世界任务，就说明它预设了能与我抗衡的敌人，而且玩家的成长是无限的，永远不能停下脚步。技能再强，也知道时机破坏范围，不然哪天一口吐息把自己的巢穴炸。涅槃将士，这领域范围太大了，看来不能随便开。湮灭效果比单纯爆炸更可怕，对付军团一扫就是一片，对付强者就必须打进核心了。很好，接下来无论来的是玩家、NPC 还是异界怪物，都有的玩了。玩家这边，天道无极成长最快，隐藏职业还有后续空间，战神破晓是前排标杆，不灭冰霜女王负责情报。NPC 势力有精灵女王、矮人议长、人类圣骑士长，但上限暂时不够。世界每次发现我接近质变，都会推玩家和 NPC 来阻止，也就是说，下一次真正能威胁我的，很可能不是现有势力，而是世界临时制造出来的平衡物。当前无相关任务信息。系统没有信息吗？也正常，以前我是为了活下去才吞噬，后来是为了变强。现在，我需要开始判断世界规则为何会抵抗我。下一场大战快来了！布线目标：深渊黑龙第3阶段战斗数据。这只是3成，3成也够训练你们，别一见龙威就跪下。白塔阵列展开，承认它，不要抗拒恐惧。宁理复活。会长，还打吗？打，一直打到你们看见龙影后，第一反应不是后退，而是找破绽。大陆方向有异常波动，这种能量特征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已知生物，是空间类的能量。空间裂缝，这就是矮人壁画上预言的异界之门。检测到高浓度经验源，是否前往吞噬？进化的经验又来了。军团，SSS 级领主55级，比我高了5级，而且身后还有10万大军。这不是单纯的怪物刷新，这是一场异界入侵。这个世界
竟然有同族！哼，他叫我同族，是因为我有深渊血脉吗？加入本公爵，我给你一个军团长的位置，我们一起征服这个世界。想让我当手下？笑话！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我的猎物。SS 级领主有55级，现在正面打的话5-5开，但加上他身后的10万大军就不一定了。或许他们还有未知的手段能伤到我，没必要硬拼，让玩家和 NPC 先消耗他。我发现巴尔萨泽每次大规模战斗后都会休息数小时，看来他的体力不是无限的。SSS 级领主的作战消耗也很大，3天的时间，深渊军就已经推进到大陆中央了，玩家和 NPC 联军根本挡不住。巴尔萨泽的实力确实恐怖，单人就能碾压整支世界联军。我现在的经验值还差很多才能进行第10次进化，要是能把深渊军团的10万大军全部吞噬，进化点或许就够了。等巴尔萨泽和联军打到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我再出手。巴尔萨德的 SSS 级领主模板，10万深渊军团的基因和经验值，还有玩家的灵魂点数，到时候坐收渔翁之利。投降吧，蝼蚁们！在我死之前，不会有人投降的。那就跟这座城市一起去死吧！是他！时机到了。涅槃模式，击杀深渊士兵乘5000万，获得经验值，获得基因。这个叛徒，同为深渊之子，你竟然屠杀自己的同族！我可不是什么深渊之子，我的眼里只有猎物，而你就是我今天最大的猎物。深渊霸国！他比我高5级，单项属性可能比我强，但我的技能体系更完善，用技能瓦解他的战力。涅槃弹石！什么技能？我的力量怎么消失了？收拾他， 10秒足够了。
涅槃闪现。不可能，同为 SSS 级，你怎么？因为你只是领主模板，而我是龙神。吞噬。击杀深渊领主巴尔萨泽，获得1万经验，获得100灵魂点数，获得 SSS 级领主模板，获得经验值50万。SS 级领主模板到手。他帮我们消灭了深渊领主，不，他只是在收割猎物。我们和深渊军团在他眼里没有区别。想跑，不过5万残兵，全部给我吞！击杀深渊军团5万，获得总经验值80万，获得深渊基因大量，加上巴尔萨泽的50万，这一战总共获得了130万经验值，还有 SSS 级领主模板可以投入。65%，一个 SSS 级领主模板就推了这么多，再来1到2个就能进阶了。我现在属性全面暴涨，深渊军团的大量尸体让我的等级从50级直接升到了55级。至于这群玩家嘛，现在杀他们对我没什么意义，灵魂点数已经够多了，而且他们的装备也太垃圾，让韭菜长长再说。先回火山岛消化这次的收获，然后准备第10次进化。他走了，这次他帮我们解决了深渊军团，但下一次呢？如果有一天他决定对我们下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，除非我们也变得同样强大。第10次进化需要的经验值是5000万，我目前有650万，差距巨大。等等，以前我靠猎杀和吞噬生物来获取经验值，但从涅槃龙神开始，我的天赋进化成了万物吞噬，可以吞噬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存在。那是不是意味着，其实我什么都能吞？试试看，给我吸！丁，获得火元素精华，经验值加100，有效果。虽然岩浆给的经验值很少，但如果我吞噬的是更高品质的物质呢？这个世界有无数魔法矿脉、远古遗迹、传说级植物，甚至空间裂缝残留的空间能量。万物吞噬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我的养料。吞噬海洋魔力，经验值加50点，但我一口就能吞噬数万吨海水。如果不间断吞噬整片海域，进化就在眼前。万物皆可吞噬，天地就是我最大的猎场。万物吞噬配合涅槃龙神的体质，效率远超猎杀。这
整个世界都在为我的进化提供养分。这是我花了整整1个月才在一个 SSS 级隐藏地图中找到的东西。异界之门的本质不是通道，而是世界意志对抗灾厄的手段。勇者降临，则是世界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当世界意志认定某个存在已超越世界承载极限，将触发世界校正，召唤与灾厄同等级的勇者进行最终审判。世界校正，同等级的勇者。勇者可通过吸收世界之力进行终极觉醒，获得与灾厄匹配的力量。条件：勇者必须获得世界意志的认可。世界意志的认可，我行吗？你已被世界意志认可，是否接受世界之力的馈赠？接受。神奇贤者世界意志的代行者 ，SSS 级隐藏职业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给勇者的力量，一切都是为了那条龙而准备的。深渊黑龙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，但世界选择了我来终结你，那我就会全力以赴。这一切也该结束了。5000万经验值达标了。这100天里，我吞噬了半个世界的能量 ，SSS 级模板进阶度也通过消化深渊军团的残余基因推到了100%。3种传说级基因同时存在，龙族、凤凰、深渊。第10次进化会触发什么呢？进化。检测到3种传说级基因共存，触发终极隐藏进化路线。此进化将触发世界矫正机制，进化完成后，世界意志将派出最终审判者。世界校正，最终审判者。看来这个世界的系统也感受到了我的威胁。从一只3厘米的蜥蜴进化到今天，我被多少东西威胁过？史莱姆、牛头人、亡灵领主、深渊龙魂、克拉肯、凤凰、深渊领主，结果哪一个不是被我吞掉了？来吧，不管是世界意志还是最终审判者，都只是我的养料罢了。进化。第10次进化开始，终极进化。本次进化持续72小时，进化期间将产生世界级能量波动。LV70。还有24小时，它的进化一旦完成，将更加无敌，不能再拖了。目标：南方火山岛，在深渊黑龙完成进化之前，摧毁它的进化体。出发！感知到了，大量的生命体正在向这边移动。最强的那个比之前强了太多，70级的 SSS 级隐藏职业。世界意志给他开了挂了，有意思。还有24小时，如果他们在进化完成之前到达，或许还真能威胁到我。该加速了。在进化完成的那一刻，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见面礼。
小队随我进入。还来得及，所有人集中火力！来不及了，全员防御！进化完成了。该存在已超越本世界的数据化范畴，属性面板无法正常显示，连系统都无法量化我的属性了。就算你超越世界的框架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有意思的人类，从1级到70级，从一个普通玩家到世界意志的代行者，不错不错。某种程度上，他和我是一样的，不断变强，然后不断突破极限。我能感觉到，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了。超越形态的存在与这个世界的规则产生了排斥，我必须离开了。从一只3厘米的蜥蜴，到站在世界的顶端，100天而已。不知道那只小蜥蜴还在不在？这个世界太小了，外面的世界一定更加精彩，一定有更强大的猎物在等着我。他走了，不是被打败，而是自己选择了离开。深渊黑龙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战争结束了。